19世纪的欧洲政坛，有一位被称为欧洲外交教父的人物梅特涅。在维也纳会议上，各国正要唇枪舌剑，试图在拿破仑战败后的废墟上分一杯羹。当时的人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，那些嗓门最大、急于表达立场、试图说服所有人的外交官，往往最早暴露了自己的底牌，最后在谈判桌上输得精光。而梅特涅呢？他常常坐在角落里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整晚地听别人说话。他极少打断别人，更不会轻易评价他人的政见，甚至当对手当面羞辱他时，他也只是微微一笑，不发一言。有人以为他懦弱，有人以为他无能。可就在这种死一般的沉默中，他通过观察对手说话的语速、泄露的情绪和逻辑的漏洞，精准地捕捉到了每个人的软肋。最终，他凭着这种闭嘴的力量，主导了欧洲40年的和平，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操盘手。梅特涅曾有一句名言：言语是用来掩饰思想的，而沉默才是思想的盔甲。回到我们当下的生活，你会发现，那些真正活得通透、贵气十足的人，身上都有一种磁场，他们不急着评价，不急着辩解，更不急着证明。这就是我们要聊的，富养自己最好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养一张富贵嘴。很多人以为富养是名牌包，是大房子，其实真正的富养是内心的安稳与口头的克制。读懂了闭嘴的修行，你就会明白，少说是福，闭嘴才是一个人一生的顶级自律。这种气度不是简单的沉默寡言，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宽容与自律。对于30岁到50岁的我们来说，人生过半，该见的见过了，该吃的亏也吃够了。你会发现，生活里90%的麻烦，其实都源于那张按捺不住的嘴。我们要养的这张富贵嘴，其实藏着10层境界。第一层，言多必失，守住自己的保护机制。老话常说，张嘴是祸，闭嘴是福。年轻时，我们总想当人群中的焦点，觉得滔滔不绝是才华。可到了中年才明白，闭嘴不是不说话，而是懂得分寸。在生活中，跟谁说话都得有个谱。这不仅仅是礼貌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那些喜欢扎堆说闲话、掺和别人家务事的人，看似热络，实则是在给自己埋雷。你今天传了李家的短，明天张家就会传你的长。管好自己的心，做好自己的事，这才是硬道理。金句：群处时守住嘴，独处时守住心。适时闭嘴，是让自己远离纷争，远离是非漩涡的最高智慧。第二层，不轻易指点，是不替他人扛因果。你观察那些认知层次高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算一眼看穿了别人的漏洞，也会保持沉默。哪怕自己成就再大，经验再丰富，也不会轻易给人建议，更不会替人做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的因果不同，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改变别人的轨迹，而那个结果是你承担不起的。位置不同就少说话，认知不同就别争辩。有些人掉进坑里是为了学会爬行，你强行拉他一把，他反而可能怪你拽疼了他的胳膊。案例就像带徒弟或教孩子，有时候看他走弯路，只要不涉及底线，沉默观察比大声呵斥更有力量。不打扰才是对他生命历程最好的尊重。第三层，不随意评判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这世上最苍白的话，就是我理解你。其实，这世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每个人心里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，你觉得是芝麻大点的小事，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不要用我们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的人生，更不要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上评价别人的选择。置身事外时，谁都能说得云淡风轻，可真要事情轮到自己头上，谁也未必能有多淡定。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，路过的人往往看到的只是烟。第4层，内在的很，要学会藏起锋芒。一个真正厉害的人，他的力量是向内求的。学会收起你的表达欲，藏起你的锋芒。不要总喜欢向外人展示自己的底牌，更没必要向谁证明你的成功或委屈。把世上的事简单分成2类，一类是我的事，与你何干；一类是你的事，与我何干。对于那些无关利益、无关痛痒的小事，做到喜不嚷，怒不语。不听、不看、不管、不问，这种冷淡其实是一个人最昂贵的护城河。第5层，戒掉讲道理的欲望，尊重认知的差异。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，就是不停地跟别人讲道理。我们要明白，每个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高度上去思考。你说这是手心，他看的是手背，你们都没错，错在你们不在同一个平面。真正格局大的人，绝不会一心想着说服谁，而是在坚持自己的同时，也能微笑着尊重对方的局限。金句：永远不要和层次不同的人争论，因为那不是在交流，那是在消耗。第6层，察觉心性不正，不言不语是最好的告别。一旦你察觉到某个人心术不正，能量阴暗，不要试图去教育他，更不要和他理论。眼睛看清了，手就别掺和。一切交给因果，交给时间。你要明白，无论你修到多高的境界，总有些人是你渡不了的。天宇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；佛法虽广，不渡无缘之人。心性不正的人会像黑洞一样吸走你的能量。面对这样的人，保持距离，闭口不言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。第7层，实力无需喧嚣，炫耀是招祸之源。真正的牛人从不靠嘴说。如果你真有本事，你的磁场、你的结果、你的气场自然会替你发声。喋喋不休的证明或炫耀，本质上是内心的虚弱。炫耀只会给自己树立敌人，拉下仇恨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眼中钉。少说话是历经社会磨练后的深沉，越是厉害的人，越懂得像深水一样，表面平静，内心波澜壮阔。第8层，交钱别延伸，守住社交的边界感。这是成年人社交中最重要的一条，有几分情分就说几分话。很多人在某个聚会上喝了2杯酒，或者遇到一个看似投缘的人，就恨不得掏心掏肺，把家底和秘密都抖落出来。等清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递给了对方一把伤害自己的刀。人前守好嘴，人后守好心，这是社交的止损线。第9层，看破不说破是顶级的修养。一件事看清了，没必要非得拆穿，心里有个数，以后防着点就行。一个人看懂了，没必要非得纠结，谁真谁假，记在心里就好。说出来只会让场面难看，让对方恼羞成怒。知事不言事，知人不评人，知理不辩理。笑而不语是豁达，痛而不言是历练。等到时过境迁，你会发现，曾经那些让你咬牙切齿的事，现在也不过是淡然一笑。成熟不是看破，而是看淡。第10层，戒掉刀子嘴，别让福气从嘴边漏掉。很多人喜欢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但请记住，只要是刀子就会伤人。经常口出恶言，刻薄待人，会悄悄耗损掉你的福气。一张刻薄嘴，必损万千福。无论你的心有多善良，只要你习惯说难听的话，你的时运就会越来越差。说话的方式藏着你一生的风水。生活里我们总想赢，但真正的赢家往往是那个懂得不争的人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9条闭嘴的金科玉律，建议大家收藏起来，常看常新。跟父母不争口舌，尽孝不在于讲理，而在于顺心。跟伴侣不争对错，家里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辩论场。跟贵人不争名利，
识大体，才能有长远的福报。跟小人不争道理，烂泥扶不上墙，躲远点就是赢。跟朋友不争面子，真朋友不在乎面子，假朋友不配给面子。跟亲戚不争穷富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冷暖自知。跟老人不争输赢，岁月的尊严需要我们的沉默来守护。跟领导不争高低，位阶有别，低头是为了更有力的抬头。跟自己不争得失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心态稳了，福气就到了。各位，人这一辈子学说话只需要2年，可学闭嘴却要花上一辈子。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或者感到社交疲惫，不妨试着静下来，养一养这张富贵嘴。当你不再急于表达，你会发现世界变得安静了，看事情变得清晰了，而那些原本属于你的福气，也会顺着这份安静，一点点地回到你的身边。余生很贵，愿我们都能守口如瓶，守心如玉。